刚才大家看到的这段画面，并非电影《碟中谍》的特效画面，而是发生在尼泊尔的权贵逃亡的真实场景。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汪。近期尼泊尔发生了一场由社交媒体封禁引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场被称为 Z 时代抗议的社会运动，现在不仅已经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也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夏马尔·奥利在持续数日的暴力反政府抗议后，于9月9日宣布了辞职。这次的骚乱已经造成了至少1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可以说，这次运动它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街头抗议它更反映了尼泊尔年轻一代对于数字权利、政府腐败和社会公平的深层的诉求。今天我们就来详细拆解一下尼泊尔的这次抗议活动以及未来的可能走向。尼泊尔政府在8月25号发布了一项禁令，要实施大规模的社交媒体封禁，阻止包括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和 X 在内的26个平台的访问。这项严厉的网络管制政策就要求外国的社交媒体公司必须在7天内在尼泊尔注册它的本地办事处，也就是说，它要把数据存储到本地，否则就将面临着封禁。政府官方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打击假新闻的传播、仇恨言论和网络诈骗等等然而呢，对于高度依赖数字平台进行学习工作还有社交的年轻人来说，这一项禁令直接就切断了他们和外界的重要的联系渠道。许多学生就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正常访问在线的学习资源了，小商户的电商业务也遭受了重创，而年轻人的这个日常的社交生活更是被彻底打乱。因为尼泊尔国家太小，他们没有替代品。年轻人们刷社交媒体软件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其国家级高层领导人的家属们的孩子，他们过着非常富足且甚至骄奢的生活经常出国旅游学习非常奢侈令普通人看了极度不适的一些画面在社交媒体软件上疯传尤其是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软件在尼泊尔境内大型泛滥尼泊尔政府以不符合其当地的政策和法律为由，强制封禁以脸书为首的26款社交媒体软件。但是没想到的是年轻人不乐意了穿着关闭腐败而不是社交软件的宣传服饰，进行大规模抗议和游行，甚至有一些学生和青壮年攻入到了尼泊尔政府高层官员家中进行焚烧和摧毁。最新的消息是，尼泊尔总理奥利已经辞职并乘直升飞机离开，其外交部长常德财政部长也被冲进家中的愤怒的群众青壮年学生殴打和袭击。愤怒的学生青壮年还冲进了尼泊尔议会大厦冲进了尼泊尔最大的媒体公司坎蒂尔进行摧毁和焚烧就是现在尼泊尔政府在混乱且充满怒火的群众攻击下已经处于失效状态了，慌乱中解除了对26款社交软件的封禁。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尼泊尔政府第一次对社交媒体平台采取严厉的这种管控措施早在2023年的11月，尼泊尔就以所谓的扰乱社会和谐为由，向该国的网络服务商提供了下达指令，要求停止 TikTok 的服务。当时的禁令同样引发了民众的不满和抗议。直到2024年的8月22号，在 TikTok 同意与尼泊尔的执法部门合作，解决了一些相关的所谓的犯罪问题并监管它内容之后，尼泊尔内阁会议才做出了解禁的决定。可以说，对 TikTok 监管正是尼泊尔政府的一次试验他就发现这么就可以把这个信内容全都给管控起来，能存储起来，随时查就能查，愿意怎么查就怎么查所以这次它就扩大了规模，扩大到其他的27个平台。这次大规模的社交媒体封禁对尼泊尔社会可以说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你看教育领域就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许多依赖于 YouTube 等平台进行在线学习的学生和教师发现自己就没有办法开展正常的教学活动了。
其次呢，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损失惨重，他们呢中很多人就依靠 Facebook、Instagram 等平台来进行他们的产品推广和销售，也有一些 YouTuber 哈，那他们也断了经济的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啊，这项禁令就剥夺了年轻人获取信息和表达观点的重要渠道啊。在一个民主国家的话，那信息自由流通被视为基本的权利，但是尼泊尔政府的这个举措就被广泛认为是对言论自由和信息权的严重侵犯。这2天啊，年轻人就走上了尼泊尔的街头，抗议腐败和政府对社交媒体网站的禁令，并且和安全部队发生了冲突。截至目前，已经至少造成了19人的死亡哈。这场抗议活动的参与者呢，主要是出生于1997年到2012年之间的 Z 世代，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与尼泊尔历史上的其他的政治抗议不同，这次活动呢，它没有明确的政党背景，完全就是由年轻人自发组织的。抗议者就高举着 Z 时代的标语，通过各种创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他们不仅仅是在抗议社交媒体的封禁呐，可以说正是在向整个政治体系发出挑战。他们诉求的核心是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撤销社交媒体的封禁了已经。抗议者现在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要求，比如这个反腐败的诉求。年轻的抗议者就强烈要求政府打击腐败，要建立更加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体系。他们对于这个政治精英的贪污腐败行为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建立有效的反腐机制啊。反对裙带关系，这个抗议者还创造性的使用了 NAPO 这个词汇，它是裙带关系的缩写。他们用这个词来讽刺那些依靠家族关系和政治联系来获得权力和财富的二世族。社交媒体上 NAPO Generation 迅速成为了抗议活动的集结号。再有就是他们要争取平等的机会。现在年轻人啊，就要求更加公平的这个竞争环境，希望能够基于能力而非关系来获得发展的机会。他们对于被权贵阶层垄断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前景表达了非常强烈的不满。作为数字原住民 ，Z 世代将互联网接入和社交媒体使用视为他们的基本权利。他们认为政府没有权利任意切断他们和数字世界的联系。这场抗议活动展现出了几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啊，就是高度的自发性和去中心化。没有传统的政党和组织的领导，完全依靠年轻人自发组织。其次就是强烈的这个数字化特征，这些抗议者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工具进行组织和宣传。第三就是国际化的视野，这些年轻抗议者不仅关注本国的问题，也密切关注全球范围内的这个民主运动和青年的抗议活动，从中汲取经验和灵感。最后呢是多元化的表达方式，除了传统的街头游行，他们还通过艺术创作、网络魔音、音乐等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个事件啊，我在网上也看了不少这种相关的信息。就这几天哈，随着抗议活动的升级，奥利的私人住所就被纵火。对，奥利就是那个总理。尼泊尔的部分部长啊就被紧急空运至安全地点。原本和平的抗议活动逐渐就演变为一个暴力冲突的安全部队与示威者在多个地点发生的激烈对峙。你别说，这些抗议的年轻人还真是挺猛的哈，就无视宵禁，然后闯入议会大楼，并且还纵火。此前啊，他们还袭击了该国最大的政党尼泊尔大会党的办公室以及几位知名政客的住所。这些年轻人的行为呢，就标志着这个抗议活动哈，已经从一个比较普通的，好像那种游行示威，就已经变成了一个超越和平示威的一个范畴，演变成了对政治体系的一个直接的挑战。那么面对最近的日益严峻的这个局面，你想尼泊尔这个骚乱都已经登上微博热搜好几天了，尼泊尔政府呢，那当然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紧急的措施，军队啊和警察都被部署到了重要的地点去维持秩序。尼泊尔的民航局啊也关闭了加德满都的一个机场，它这个举措呢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国际上对这个事件的一个关注。但是哈，你别看尼泊尔政府这些举措好像也挺强硬的吧，又宵禁又关闭机场的，但是呢还是没有有效的去控制这个局面。相反啊，政府的镇压这个行为就激发了更多的年轻人的愤怒，抗议的活动啊就不断的扩大，从首都呢加德满蔓延到了尼泊尔多个城市，可以说不仅没有镇压，反而还火上浇油了。就星星之火燎原了。现在尼泊尔的局势已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了啊。那联合国呢就呼吁尼泊尔，你要保障集会自由和言论自由啊，对政府的镇压这个抗议的行为表示了这个你们不能这么干。那邻国的印度和中国也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毕竟啊，它夹在中国、印度之间，这个政治的动荡可能对这个地区的稳定造成影响。
中国驻尼泊尔使馆已经发布了紧急提醒，提醒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要注意安全。哎，那现在你看尼泊尔这个局势，国际上都这么关注嘛？那你说美国是不是要介入一下？对，美国作为一个传统的输出民主的国家哈，它又是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对全世界的这个局势啊，如果要有一个国家发生一个政治的动荡啊，是不是有可能向民主转型呢？啊，那它往往会非常关注。但非常可惜啊，目前为止啊，美国在这个事件中还是保持了一个温和的态度。那为什么呢？后面我会分析一下，就总体去分析一下这个尼泊尔的这个政治局势以及美国的态度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尼泊尔的这位辞职的总理奥利，他是1952年出生，1969年加入了尼泊尔共产党，曾经担任尼泊尔的内政大臣、副首相和外交大臣。2024年7月宣誓就任了新一届的尼泊尔总理，这是他第4次担任尼泊尔总理了，一直干。作为尼泊尔政坛的资深人物，奥利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担任要职，是尼泊尔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在面对 Z 时代的抗议浪潮的时候啊，显得是力不从心了。他的政府采取的强硬镇压措施，不仅没有能够平息抗议，反而进一步就激化了矛盾。最后啊，他也只能辞职跑路。奥利在9月9号就表示，考虑到国家当前的异常情况，他就向总统鲍德尔提交了辞呈，以便进一步的推动政治解决问题。总统呢已经接受了他的辞呈，这个决定就标志着抗议活动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同时呢也将尼泊尔推向了更深的政治不确定性。哦，原来尼泊尔又有总统又有总理呀，那他俩到底什么区别？就是谁管谁，谁权力更大？对，你看现在好像这个总理辞职了，就好像这个总理承担了这个一切啊。那总统到底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他就是总统是国家元首哈，但是呢他是有点象征性的，真正的大权在总理那儿。后面呢我会详细讲一下这个总理、总统还有军队的首领，他们三方之间到底是啥关系啊？我们继续说这个总理奥利，这个抗议活动主要就跟他有关。奥利的这个辞职呢，就有多重的原因。首先就是抗议活动造成的巨大伤亡和社会动荡，让他就承受了巨大的这个政治压力。其次呢，就是国际社会对政府镇压行为的批评，让他在外交上也处于一个被动地位。最后啊，在党内和议会内部的压力下，就迫使他不得不考虑辞职，以平息民愤。在总理辞职之后呢，尼泊尔就陷入了一个政治真空状态。虽然有总统哈，但是这个总统的作用其实没有那么大啊。后面我会详细讲。那目前呢，加德满都街上呢就鲜有车辆，店铺都已经全部关门了。这种状况已经反映了现在这个社会秩序已经比较混乱了。民众呢对政治前景呢也既有担忧，也充满了憧憬。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快速建立一个过渡政府，恢复社会秩序，可以说是当务之急啊。虽然现在尼泊尔有这个总统，他是国家元首，但他呢需要在维护这个宪法秩序和满足民众诉求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尼泊尔它作为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缓冲国，它的政治稳定对于这个地区安全是有重要意义的。印度和中国应该说都不希望尼泊尔陷入长期的这种政治动荡，这可能会影响边境的安全和经济合作。那印度呢也特别关注尼泊尔的民主进程，因为尼泊尔和印度在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中国呢则关注尼泊尔的稳定发展，希望能够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项目嘛。那西方国家，我们看看美国和欧盟哈，那他们也是对尼泊尔政府这个正义抗压活动就表示了他们的关切，就强调说这个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这种重要性。但是啊，由于尼泊尔在全球的战略格局中地位相对有限，所以西方国家的反应相对温和。这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对于美国来说，它并没有非常强力的介入现在尼泊尔的这个局势哈。这也反映了在国际社会上处理小国内政的问题的时候，有一种比较复杂的考量，就包括像美国、欧盟的这些大国，他们要考虑啊，那介入这个小国的一些政治局势，对他们自己有没有经济或其他方面的一些有利的因素。他们可能一方面要维护这个普世价值和人权原则，那另一方面他又要考虑干预别国的内政的时候，那他能否取得一定的利益，他的付出值不值当。联合国呢对尼泊尔的局势呢，他目前是呼吁各方面保持克制，通过对话来解决分歧。尤其是联合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他就特别关注抗议活动中的这个人员伤亡情况，要求尼泊尔政府要确保安全部队的行为符合国际人权标准。
下面我们就重点来讲讲尼泊尔的这个政治体制架构啊，就是总统、总理和军方他们是啥关系？尼泊尔呢是在2008年5月28号废除了君主立宪制啊，实行了共和制，成立了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尼泊尔总理呢就成为联邦共和国的政府首脑。在这个体制之下呀，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分工有着明确的宪法界定。总统呢是国家元首，主要担任象征性和礼仪性的这种职能，类似于德国或者印度的总统制度。总统的主要职责包括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代表国家出席重要的场合，在宪法范围内行使仲裁权，尤其是在这个政治危机的时候同时呢，他还能任命总理和批准政府的组成，在军事、外交等等重大事务上拥有一定的象征性的权威。但是他绝对是没有美国总统那样的权利但总理呢，他就是政府的首脑，掌握国家的实际的行政权力，就他是真正的有实权的虽然他是总统任命的，但他一旦上位之后，这实权就掌握在他手里了。就你看他的活儿就非常有含金量他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的政策领导内阁和各个部门的日常运作，对议会负责，接受议会的监督，处理具体的内政外交事务。我们再来看看一个非常重要的势力，就是军队那军队呢？尼泊尔军队的指挥体系遵循着文职政府领导原则，就啥意思呢？是由总理领导的政府向总统来提出推荐人选，经过总统正式任命之后来生效。就这个程序体现了几个重要特点。就总理他是拥有实质性的提名权，可以决定军队最高领导人的人选。也就是说，这个军队这个领导人的权力来自于总理。然后总统呢又拥有形式上的任命权，就体现国家元首的宪法地位。就总理提你要他来当然后总理说行，就总统呢过个形式。那总统能反对吗？就目前还没有发生过总统反对的现象，就是之前他们应该已经协商好了，要体现总理、总统和军队他们和平共处、非常团结一致的这个形象就既保证了这个文职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又能通过总统的参与维护了任命的合法性。那我都听唠乎了，那他俩到底谁权力更大呀？你总统又是总理任命的，然后这个，反正就他俩到底谁权力大？就在尼泊尔的这个政治现实中其实是总理拥有更大的实际权力，主要体现在就总理呢能够直接负责制定政策具体政策能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总统呢其实不管这些事儿。然后，而且那个政府的预算分配人事任命等等关键资源，总统也都无法过问，都是总理来决定。作为政府的首脑，总理又需要对政策的结果又承担直接责任，所以你很明显就是总理的权力大，责任也大。总理还需要维护和这个议会的关系，获得立法的支持总统都不用管这些事儿。虽然这个总统他的实权是有限的但在特殊的时期他还是能发挥一些重要作用的。比如在现在这个政府的危机时期，总统呢就可以作为中立的仲裁者在军事紧急状态之下呢，总统的象征性权威也是有助于维护秩序的。作为国家连续性的象征，总统在政治过渡期间能够提供一个稳定性。你看现在的这个稳定性的这个作用，它就体现出来了。现在这是权力危机的动态，其实就很完美诠释了这两者的权力差异。比如你看，总理他作为实际的执政者，他需要对这个抗议镇压还有人员伤亡承担直接的政治责任。社交媒体的封禁政策也是由总理的政府制定的，政策失败的责任直接也指向了总理，所以总理辞职了。那抗议者的愤怒也主要针对的这个具体的制定和执行具体政策的这位总理，而非象征性的总统国际社会呢对镇压行为的批评也主要指向的是政府首脑，也就是总理。总统在这种抗议浪潮中，现在他就能留下来发挥一个过渡作用，就是因为总统他是被视为超越党派的国家象征。在尼泊尔的这个宪法框架里，总统呢是一个合法的权力过渡主持者。国际社会和军方都认可总统来作为稳定因素的作用，总统他没有直接参与引发抗议的政策的制定。那再来看看军队在很多国家，那军队就有可能发动政变嘛，是吧？那军队的总参谋长在这次危机中的表现，就体现了军方的一个处境，既对宪法忠诚，所以要维护宪法的秩序，不进行军事政变那对总统的名义呢，也是要忠诚的，在形式上要接受总统作为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对现实政治的考虑呢，就是要避免过度卷入这个政治争斗，他要保持军队的相对中立。所以在最后的结果上，军队的选择是
它既要维护社会秩序啊，要镇压这个抗议活动，又避免呢明确站队支持任何的政治派别。它现在这个策略的目的啊，就是既履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职责，又避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为这个政治解决方案的达成创造一个空间啊，保持军队在未来政治格局中的一个中立地位。他们这种现在的权力结构就解释了，在这个危机中承担了实际执政责任的总理成为了众矢之的，并且最终辞职，而总统作为国家稳定的象征继续发挥作用，军队选择了相对中立的立场。其实在尼泊尔这次抗议中啊，人们最关注的是尼泊尔有没有体制改革的可能性。这场抗议活动提出的诉求表明，尼泊尔可能需要进行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了。可能的改革方向就包括反腐败机制的建立，比如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问责，是吧？改革这个选举制度，减少金钱政治的影响，为年轻人参政可能创造一些更多的机会。制定相关的法律，要保护公民的数字权利，防止政府滥用网络管制权力。要通过教育、就业等等政策呢，为年轻人创造更多平等的发展机会，而不是只把机会和资源留给那些二代。可以说啊，尼泊尔的 Z 世代抗议活动的最终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就会决定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轨迹。如果能够成功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治理体系，就可能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啊。当然了，也有可能啊，最后这场抗议活动，如果最后这个改革停滞不前，那既得利益集团又可能继续垄断权力和资源，年轻人的不满情绪可能会持续积累，未来有可能有新的社会动荡发生。其实这场运动的意义已经远超尼泊尔的国界了。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年轻人正在成为政治变革的重要的推动力量，尤其是在互联网平台的助力之下，他们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传统的信息垄断，通过网络组织挑战既有的权力结构。最终呢，这场抗议活动能否推动尼泊尔走向更加民主、公平和繁荣的未来，将取决于各方能否超越短期利益，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对于尼泊尔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不会默默接受不公平的现状。现在的问题就是，传统的政治精英是否有勇气和智慧来回应这个时代的呼唤。本期就讲完了，下期再见。下期再见。